现在有很多公司他 lay off 人不是因为他生意不好，他 lay off 人就是他说我现在可以用 AI 来取代你了，不是因为他没有赚钱呀。他这就是 not for the people 啦，它是叫做 profit center， 它不是 human center。因为所有的这些上市公司 as a CEO， 我的职责不是照顾我的员工，我的照顾你的 stockholder。 Exactly。 美乐蒂家庭 Podcast。Hello everyone， 欢迎回到美乐蒂家庭。我们今天在湾区，在加州。昨天呢，在牧者先锋教会，我爸爸就给了一个讲座，叫做经济觉醒， right？ 然后就想说，今天也花一点时间，特别来采访他。通常我们美乐蒂家庭就是有爸爸妈妈嘛，然后我也是想说，在这一集稍微也介绍一下。我左边的这一位，因为其实大家可能只知道他是黄国瑞牧师，但是他怎么特别对科技跟经济有那么多兴趣？我 actually 是有原因的。爸爸的背景其实也是算是蛮丰富的 ，so maybe 在这一集也稍微来介绍一下爸爸。爸爸 ，Do you want to tell everyone what is your background？ 然后你为什么开始对这些东西有兴趣？虽然你过去10年在全实践服事的里面，然后你怎么进到这里面 ？What were you doing before you became a pastor? And what are you doing now? 因为我是在台湾，我是资工系的那资工就是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那其实就是 computer science。那我是台大资工第一届的。Yeah, the first year graduate. That's a long time ago. Yeah, long time ago. 然后呢，我就到了美国，我就留学，然后就到 University Illinois， 然后我就拿了一个电脑博士。也就是在那里认识我妈妈的。对，那个时候其实我研究的主题就是做 VLSI。Okay, that's a very large integrated circuit， 就是我们讲的 IC。就是 chip design，computer 里面不是有 CPU 吗？然后现在健身晃不是就是做 GPU 吗？做 AI 吗？那个最 core 的那个 technology 就是那个 IC chip。我在研究的时候就是研究怎么样用电脑来辅助设计 IC， 就是叫 computer aided design。Yeah，所以这个就是我当时的专业。所以其实你一直在科技的这个领域里面是很久很久 ，That's your main background。Yeah， 那个时候其实台湾也是刚刚半导体起来嘛，张忠谋他就是从德州仪器公司被挖角回到台湾的那我就是第一家公司就是德州仪器公司。Texas Instruments。Yeah， I was born in Texas。Yeah， 然后你在德州也就有工作，然后后来我们家搬到加州的湾区矽谷，你也继续在 Tech industry 里面工作，对，然后神才呼召你全时间出来，对，so 那你过去这10年吗 ？As a pastor？ 不止啦，已经我被呼召出来是2004年，所以刚好已经20年了。OK， 我的时间观念 ，OK， 所以这20年你作为牧师，你是不是就把那个 all of that put behind you？ 其实我来到加州，然后神呼召我们全时间嘛，那我就把工作都放下来。我们也的确一开始是过信心生活，我们家一起，不是只有我了。信心生活的意思就是没有领任何的薪水，教会也没有给任何的薪水在那3年之间，然后我们家就完全没有保险，OK，因为美国保险是很贵的，所以 Can you imagine 我们住在湾区，然后我们都没有保险，但是真的我们都没有生病。那很多人就说，那你怎么过活？那也很奇妙，就是说上帝也会让一些人就是用信心来给我们一些奉献。很多时候我们连奉献从哪里来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们就相信说是上帝呼召我们的，那上帝就会负责任。我们就这样，而且在湾区在Bay Area 这个是生活费是很高的。It's the most expensive real estate I think in the world right now. 所以后来你是2018年回台湾吗？对。然后回台湾发生了什么事情，以至于你现在又有一个新的 chapter in your life？ 2018年那个时候我已经在教会服侍了差不多15年了，那个时候，然后那年刚好也是我60岁。然后呢，我的妈妈在台湾，她就常常打电话来说，国瑞你是长子，你应该要回来陪伴妈妈或 whatever。 那我想也好，那我就跟教会请了半年的假，sabbatical 留职停薪了。但是其实我那时候回去
我也在祷告，到底神要怎么带领我，已经60岁了呀。那回到台湾呢，就刚好我们因为我是台大资工的嘛，我们同学很多都是在这个电脑界都是已经很有成就的，那他们就办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活动，然后就讲 AI 讲 blockchain 区块链等等的这样的 technology， 他们就 invite 我去。那我是个牧师啊，但是呢我实在要讲，虽然我是在湾区做牧师，可是 Bay Area actually is the most advanced technology in the world， 对不对？科技是很先进的，所以我自己在做牧师的时候，其实我们的会友里面有 Google 的，有 Apple 的，脸书的 Meta 现在叫 Meta 好多就是这些高科技的，很多都是在我们的会友里面。所以其实我也常常会跟他们谈，就是说你们在做的是什么什么这样子，所以我对这个是蛮有兴趣的。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 computer science background 嘛，所以我还是能够 understand 一些这种 progress。后来那一次就去参加那个会议的时候，突然我里面就有一个感动，不能讲说是神跟我说了，但是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要用这个 ABCDE technology 来做 for humanity， 是对人类是有贡献的，而不是用来剥削人类的。那 ABCDE stand for 就是 A 就是 AI， B 就是 blockchain 区块链， C 就是 cloud 云端科技， D 就是 data big data 大数据， E 就是 e-platform e-platform 就像 Amazon e-commerce就是一个 platform。 所以把这几样把它结合起来，但是不是要来榨取 extract， 而事实上是说能不能有一个方法用这样的 technology 让很多的人，不是说只有那个投资者 investor 赚大钱，而是说让参与的人都能够一起富裕起来。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神放在我心里面的一个 idea。 所以我有了这样的 idea 之后，我就去 research，后来就看到说有一个东西叫做 time banking， 叫做时间银行，所以我就开始去研究这个。然后后来我就想说会不会上帝给我开了一个门，所以我就去找了一个台大的教授，是我的学妹，在台大资工系当系主任，然后我就跟她谈说我们可不可以来合作这个案子。后来我们就一起 proposal 就进了科技部 government， 他们就给了我们一个 grant 做 research。 那我就知道神为我开门了，我就把牧师辞掉，我就真的就回来了。所以爸爸是2018回来，然后妈妈2019，然后我2020年刚好就遇到疫情的时候，我也搬去台湾了。那我们各个的原因都不太一样啦。那爸爸，你过去这7年在做这些事情，不管是时间银行，然后天国经济，How do you think it actually relates? I think it's relating even more and more now recently, especially 现在可能大家也越来越感觉到经济开始有一些震动 you know, with all the tariffs and what is going on with tariffs, I don't understand. You know, 你觉得 what does what you're doing relate? How does it relate to us?因为这个所谓时间银行的概念它其实是说就是有点像 bartering 就是交换 OK，交换的它不是交换这个 money， 它是交换 value，是一个价值的交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马上认为 money 就是 value， 对，很多时候我们会以为可是事实上现在很多东西是有价格，是 price，but it's not necessary value， 因为 price 会 inflate 这样。 Very good, very good。 因为在很多的国家像现在现在这个阿根廷前几年就是叫做 inflation， 还有的国家叫做 hyperinflation， 像这个津巴威他们有曾经印过一个钞票是1后面14个零。What's that number? Well, quadrillion. Million 是1后面6个零，100万是1后面6个零。A trillion 是1后面12个零，所以 a trillion is 1 million times 1 million。 那如果一个 government 它印一个钞票1后面14个零，那是100 trillion dollar， 但是 it's on a single note， 一张钞票有1后面14个零。 So what's the price of this money note?In 美金吗？No， 它就是 Zimbabwe money 嘛， yeah. 对不对？ I don't know what's the conversion rate 然后那个东西呢，那张钞票连一个便当都买不到。So what's the point of the price? It means nothing。 便当有 value， 一个水果一个鸡蛋有 value， 可是不见得一定要用 money 来 evaluate。
所以你的这个所谓时间银行就不是用 money， 因为 money 其实是会跟着 inflation 去跑的嘛，然后也其实不见得是真正的 value， that's just the price。所以你的时间银行是 exchanging value based on time。 Yeah。Originally， 因为我就去 study 嘛，美国这个还有非洲、南非很多国家哈，他们也都有在做这样的这种 effort， 就是这种 service 的 exchange， 就不再是 based on money 了哈。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要去 research 这个 idea， 然后我自己也投入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但是说实在话，我后来就是 almost just give up。It doesn't work。It doesn't work 的原因呢，其实不是这个 idea 不好，而是这个 idea 它本身没有办法有一个 sustainable 的 growth， 这样的一个 economy 啊，就像我们讲 capitalism， 他们的 business 可以 grow 然后大家可以 adopt， 但是如果 time banking 它是 among 一个 small community， 大家互相的 exchange， 但是它没有办法把它变成一个更大的一个全球性的。Because I feel like time bank, when I think about it, it reminds me of what we do just in family, right? 就是我们平常照顾彼此，其实我们就是在 using our time， 所以其实它就是适合这种小小的 community. There's a lot of trust. You know, 你为我做一点，我为你做一点。但是现在你大概在讲的是 how to scale up。对，而且就是说怎么样让它有一个 economic 的 benefit。其实我那时候做 time banking 的时候，我想到了很多就是做 social benefit， 帮助一些穷人弱势。因为我其实回台湾为什么会做 time banking， 因为我回台湾的时候看到一个 case， 就是说我那时候去做那个 food bank。food bank。就是我们去 distribute food。OK， 食物银行，台湾那个时候很多，我也去做 volunteer。然后我在那边发食物，就看到一个年轻人20几岁，然后他就知道我是从美国回来，他就跟我说 Hi Pastor， 我也会讲英文呢。然后我说你这么年轻会讲英文，为什么你在这边领 food bank？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然后他就说 Well you know 我们家境不好嘛，我们可以领救济。那我如果出去工作薪水很少，那我干脆就在家里面，然后我就来这边吃 food bank 住家里这样子。我们台湾叫啃老族啦，那我就觉得哎呦，那我这样子做这样的 food service， 好像我觉得 I'm doing good thing for the society， 可是其实对他们这样的孩子让他就没有斗志了。所以我就觉得说，如果我去做 time banking， 他需要能够付出一些时间去服务别人，因为我们在做这个 food distribution 的时候，其实我们需要很多帮手，帮忙切菜啊，甚至送餐啊，给老人啊，都没有人啊。那这些人好手好脚的，他们只会来吃，就让我觉得很不舒服。那我就在想，怎么样能够让这个能够循环起来，circulate。反正 anyway， 我做了几年之后，其实我也很 frustrate， 因为我发现这个 model 它本身它不是一个很好的 economic model。其实可能听这个 podcast 的人，不见得每一个人都有economics 的背景，不过呢，我们比较是会看新闻啦，所以我们现在也大概比较知道经济也是会影响每一个人。我是比较好奇 ，what is 你对现在世界的经济是有什么的看法，以至于你对你现在做的事情那么有热情 ？Like what is it that you see that is giving you the drive to do what you do now？ is it fear？ Is it are you scared of the future？ 你觉得现在经济是越来越糟糕，所以你才觉得必须要做这件事情，还是你看到的是什么，还或者是盼望 ？You know, like 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你的观念，你的世界观念到底是什么？我们就要思考嘛 ，What's happening in the world today？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 technology compared to 我们的 grandpa long time ago，you know， 现在有这个蒸汽机啊。steam engine，OK， 或者有汽车啊，有飞机啊，有耕耘，有各种的现在有 AI， 有 robot，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的人每一个人的 productivity is actually much higher than our grandparents。可是像在美国，如果没有打仗的话，因为美国已经有200-300，他们除了打内战之外，他们没有外国打仗。他们其实在他们这个几十年前吧，一个人工作全家吃饱，可以养6-7个孩子 no problem。Remember? They can buy a house, they can buy a car. Those are the days. Those are the days. Like 很奇怪。然后现在呢，好像是 productivity increase 了。
结果呢，夫妻两个都在全时间工作 maybe 还要 double work， 然后还养不起孩子，不敢养孩子，也买不起房子。那你就要问一个问题是 What happened？ 是人懒惰不工作？不是， Something 剥削了 wrong with the system. There's a problem with the system. Like the rich getting richer and the poor getting poorer sort of thing? You get the point, okay? 那个就叫做贫富不均。It's called wealth imbalance. 然后你现在去看呢，全世界 every major country 都是 in debt. Do you know that? 美国欠的这个钱就是国债，美国现在是33 trillion US dollar， 然后还会再往上走。然后呢，中国也是好大的 debt， 好像 every country is in debt。 那 who is the debtor？ 债主是谁？什么？每个国家都在欠钱。Federal Reserve. I don't know. Yeah, actually that's true too. OK， 但不可能 Federal Reserve 就有这么多钱，他也很为难。Yeah. 所以你就要去想，就是说，那大家都在欠钱，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 Everybody is in debt. That's a fact. So that's not good. That's not good. Definitely not good. Yeah, you cannot take the money from tomorrow to solve today's problem, especially that money belongs to the children. 就是你不能拿你的子子孙孙的钱去解决你现在的问题。所以这是你看见在发生的事情。其实经济越来越糟糕，也就是因为大家欠的钱越来越多。对对对，所以只是会越欠越多。对对，越欠越多。而且这个原因是什么哈？一个关键字叫做利息、interest。You know， 如果我今天我跟银行借1000万，好，我想要 start up，OK， $10 million。那他如果给我利息 ，say 6%， 那我一年就要付多少？6%，1000的6就是60万。OK， 那如果我的生意能够赚超过60万，那我还有一点 benefit， 因为我还要付利息嘛。那如果我的 income 是 less than 60万，那我就欠银行钱，而且那个利息它还不是 stay 6%， 因为利息还会一直往上加，对不对？它是 compound interest， 所以变成我欠的钱会越欠越多。Yeah， 那这个是很 artificial 的。为什么讲 artificial？ 就是说在自然界里面什么东西都是 cycle 的。你东西种下去长出来，或者是这个春夏秋冬嘛，什么东西都是会下去会上来下去上来下。可是 interest 是一旦开始了，它就一直 grow， 它没有下来的。很恐怖，很恐怖。所以为什么就是这种上去下来的这种 cycle循环，我们讲叫做 season， 变得很重要。那这个东西叫什么你知道吗？在圣经里面这个叫做 rest， 安息年。安息年，圣经上讲说每6年安息1年，6年安息1年，然后7个安息年之后7、7、49再加1 50，那个叫做喜年。Jubilee 的时候，所有的那个卖掉的土地全部都要归还，就是说我可能在这个当中我做生意然后失败了，我把土地卖掉了，可是上帝就是说他就给你一个 design， 就是说 you will get your land back， 你会得回你的土地，即使你在这个当中你的 lifetime， 我的 lifetime 也许我 make some mistake， 我的 business fail 了，或者我碰到了什么灾难了，然后 fail 了，我的子孙my children，他们不会 suffer， 为什么？ I can get the land back for them。那个土地是可以 pass dow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所以神给的一个命令就在这个申命记第15章，还有在利未记25章，他就规定这个叫喜年经济，就是一个 Jubilee 的一个 model， economic model。它的重点就是说我不要让你们当中有人会永远变成穷人，因为如果我一旦欠债了，我的债务是你们要背的耶。现在很多人就是在 carry 他父母的 debt， 可是根据圣经 you know， 根据 the Bible the debt should be forgiven after 7 years. It's in Deuteronomy 申命记15章第1节，讲每隔7年你要宣布豁免年。豁免年的意思就是说 all the debts are forgiven
every 7 years。所以如果我一开始借钱，我要去开咖啡店怎么样，然后结果一阵大风，然后风灾把我的咖啡店吹坏了，没关系，5-6年之后，7年到了，我的 debt 就 forgiven， 然后我就可以重新来过。这个是上帝的设计。That's very interesting. Yeah, 因为你讲到这个概念，这种原则 I think it impacts, of course, 就是 the one who has the debt， 当然他就很开心，他可以免，但是 it also impacts the one who gives the loan， 因为你就要好好的去想 do I really want to loan it to you， 因为 every 7 years 这个 debt 就会被免掉。 Because I think actually what sometimes happens is banks or loan sharks, they give you money knowing you may never pay it back. 其实在这里面可能也有一些不好的人在那里 keeping a lot of people in debt， 因为 it just makes them money。 但是如果经济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些原则，其实我觉得大家给钱或拿钱的都要好好的去思考这件事情了，是不是这样？对啊，我们通常会觉得说，如果我跟你借钱，那我是 in debt， 你是 debtor， 我是欠钱的，你是借钱的，所以如果这个 debt forgiven， 那对你好像不公平嘛，好像是不公平啊，我的 debt 被 forgiven。Reality is， 我跟你借钱，你可能也跟别人借钱。Okay, yeah. 然后这个人也跟那个人借钱，有没有？是。好，所以当这个 debt forgiven 的时候呢，是 everybody benefit。所以耶稣教我们讲一句话，叫做什么？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我跟你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跟 Melody 借了100块钱，我欠你100块，可是我还不了，那你觉得我会不会很怕看到你？Because I owe you 嘛，对不对？我看到你我就想到，我欠 Melody 钱， OK。然后呢，你跟另外一个朋友也借了100块，然后你也同样你会怕他，可是他呢也跟我借了100块，所以我们3个人都互相。我欠你，你欠他，他欠我。我们3个人都因为我们欠钱，我们都不敢见对方，所以我们的 relationship 有被 broken， right？ Now， 现在呢，妈妈来了，张伟进来，然后他是这个 savior， 然后他就给了我100块，他说 return the debt。 好，张伟给我100块，让我可以去 cancel 这个，所以我就把100块给 Melody， 说 Melody 我不欠你咯。然后你拿到100块以后，你就给这个朋友，你说我不欠你咯，他拿到100块他还给我说我不欠你咯，所以我手上100块又回到我手上了。然后张伟来看到我了，我就把100块又还给他了，说 all the debts are cancelled now， all the debts are cancelled。 绕了一圈，可是这个钱没有花掉就回到他那里去了，可是我跟你的 debt 没有了，我们大家都和好了。奇怪耶，特别好。所以其实经济其实是有一点是这样 circular， 其实它是 circular 的，对，大家都只是彼此欠来欠去，所以如果能够有一个什么东西让大家就是回到平线，对，所以这个如果我不觉得我是被 forgiven 的，我也很难去 forgive 别人。所以圣经里面不是有一个例子吗？有一个人就欠了国王几千万，然后国王就说 OK I'll forgive your debt， OK that's grace。 然后呢，结果这个人出来以后看到别人欠他5两，他就说我把你关到监牢里面去，如果你还不出来我就把你关到死掉。那个人当然被关在里面，他永远也还不了嘛。结果那个国王听到他说this is no good， 因为你不懂得感恩嘛，而且我 cancel 你的 debt， 你根本没有领受到这个恩典。其实说实在了，我刚刚讲那个例子欠100有没有？那是妈妈给了我100块，张伟给我100块，然后我还给你。有没有可能 you initiate it rather than I give you the 100？ What if 你就告诉我说 I forgive your debt， 你就直接告诉我你取消我那100块的债。然后我就 remember 我说 Wow Melody so gracious。 然后那个人来，然后看到我，他躲我嘛，对不对？然后他躲我的时候，我就跟他no come back， 因为我的 debt 被 cancel 了， I forgive your debt。 然后他就很 surprise 说 Really？ 然后呢，有一天在路上看到 Melody 你想要躲他，说 no我还欠他钱，他就说 Melody 来 Because I'm forgiven I forgive you too。 So what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 所以其实圣经上讲说，凡有给人的必有给他的。你去免了别人的债，别人也会来免你的债。所以耶稣讲说，免我的债如同什么？我
免了别人的债。Yeah, so when I forgive you, somehow you come around and I will be forgiven too. Wow, that's kind of amazing. 所以耶稣才说，这个仆人他不去免 the other servant who owed him money， 其实他的 punishment 更大，更大啊！更大，还不如只是他付不起，只是他还不去免别人的债。因为其实他有领受恩典。OK， 那个 king 有 forgive 他的 debt， 他有领受恩典，可他有没有真的领受？Depends on 他有没有去 forgive 别人。今天如果我们说哇，耶稣爱我，为我钉十字架，恩典真好真好，然后我们看到别人就说 You owe me 啊，你怎么样？然后耶稣就会说你是一个没有领受恩典的。That's so interesting. 所以真正的信仰，所以我觉得这真的就是基督教。很多的世界的宗教就是告诉你要去 pay back your debt to God or to the universe， 所以我们大家都要做好人。但其实 that's not the point. Point is 你领受了这恩典，你有没有给出去？ This is Christian faith. Yeah. 我就觉得 wow.That's amazing. 那我们讲到这里来 So what is the solution? Okay, 因为 we're here, we're on earth, you know, we're in America or in Taiwan, you know, like where there is the banking systems, there's debts and loans and interests. 你逃得掉吗？所以呢，其实因为我自己就在我做牧师之前，我已经在工业界我做 chip design、IC design engineer 后来又做了主管。有10多年的时间，那我的公司呢就给我 stock 股票，给我很多的叫做 stock option， 还不是真正的股票本身，那个时候是叫做股权。那个时候因为我的公司被卖掉了，被新的公司把我买了，他就把我的股票 convert 变成 option， 然后就告诉我说 I have to finish 4 years then I can get all the stocks and stock actually is going very well，所以如果我能够4年之后我就可以retire handsomely really at that time，但是结果上帝的呼召在第3年的时候临到我们I have to make decision OK，或许就再工作1年。对很多人会这样觉得，但是呢结果那个 Pastor Anton 就是他就祷告，他就说 This is the last call 所以 I have to make the decision Do I leave it So actually I just give all the stock back to the company， 就是全时间服侍神。但我现在就 understand 一件事情，因为我现在在做这个 economic awakening 经济觉醒，里面就在讲，他说就是我就用这个 stock 做个比喻了像我们今天在 Amazon， 我用 Amazon 买东西已经将近20年了OK 20 years， 所以我在里面买卖as a consumer， 或者是你是一个seller 我们都有很多 transaction。然后呢，这个 GDP of the Amazon is growing so fast. Okay, a lot of transaction going on. 所以它的 GDP 在增长，所以它的 stock value is over $1 trillion. 它的 stock market price over $1 trillion. But that's a stock. So who benefit from the GDP of the Amazon?It's the stockholders. Stockholders 不一定他们是有在 Amazon 买东西的，他们可能很有钱，他们都是去那个最高级的 mall 去买东西的，他不会去 Amazon 去买那些便宜货。你懂我意思？ 可是真正赚钱的人，因为这个 economy， 如果把它看成是一个 economy，这样的一个 community， 大家都在 participate， 让这个 economy 增大。可是赚钱的人是 stockholders， 不见得是在 participate 的人。Exactly， 就像那个 Jeff Bezos， he's the wealthiest person. Like, I wonder if he actually uses Amazon. Probably he doesn't, right? Yeah, exactly. Okay， 所以是这些 stockholder。所以 I realize 就是说这里有一个 gap。那些真正在让经济增长的人，却不是那些得到利益的人。所以这个世界变成贫富不均，是因为这个 system。Stocks market 这个整个的 system， 所以像我曾经买过一些这种股票，我买股票不是因为我去它的产品很好，或者我有用它的产品，不是，而是我去看那个 chart analysis， 我说it's going up， okay let me buy something and buy low sell high I can make money. So using money to make money is the fastest thing.If you use your labor， 如果你用努力的去赚钱，是很 slow 的。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我努力的工作赚的钱，因为 inflation 它的 value 会 go down。
Yeah, I know. 然后特别是如果像我那种不会 invest, you just save it. Save it 那 And you're just sitting there. 你 save 的，假设你 save 的$1 million OK、in the bank. If you keep it there, next year 它的 value 就 go down maybe 7%, 6%. 如果你碰到那个 hyperinflation, it will go down. 所以那个 hard labor 的人，然后 saving money 的人，因为他不懂得这个工具，这种 finance 的工具的人，或者会去做 stock， 但是那些很聪明的人，他们会用别人的钱去赚钱，然后赚到的钱就变成很多，就变成他的钱。那这个其实都是不健康的，对经济来讲是很不健康的。所以出路是什么？就是说为什么我后来就是2年前我就看到了这本书叫做 Economic Awakening， 这个作者叫 Scott Nielsen。 那我最初我为什么会去研究这个东西，因为有人介绍这本书给我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他们用这个 economic model 在 Zimbabwe， 他们帮助了12万人用养鸡这样的一个那个方式，结果他们就生活就从1个月50块钱美金，经过3年之后就变成600块美金的收入 income 12倍。那我说 How is that possible？ 因为我自己做 time banking， 我就知道 time banking 不可能这样 grow，然后我也知道说这个资本主义一定都是银行在赚钱，资本主义 is capitalism， 或者是 socialism， 或怎么样，就说没有这样子的 growth rate， 不可能的。所以我就 very very curious， 所以我就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后来我就 realize 说 wow even mathematically it's provable this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而且不需要用利息，也不需要用 debt， 不需要债务。它基本上就是把我刚刚讲的 Amazon 的那个 case， 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是一群人是 buyer and consumer， 我们在 build 一个 economy， 我们把那个 investor 的这个部分 take away，take away， 没有人可以去买这个股票。可是这个 economy 呢，你把它当作是一个 land， 一个土地的话，这个土地呢，你就把它分给每一个参与在里面的人。所以 everybody own a piece of land in this virtual country. So if you participate, you are an investor. You are an owner. Owner. Exactly. You own the land in the virtual kingdom. You're like a stockholder. Exactly. If you just participate, you don't need to be a seller. You just need to be a participate.就是你参与，那你是买或卖，你也可以买跟卖都可以 OK， 但是你只要有参与在经济活动里面，你就是 part of it。 然后呢，这个 system 里面呢，没有外面来的人说 I want to buy 10 million shares， OK， nobody can do that. If you want to take a part of it, join the economy. 然后这个 economy suppose it grow and to $1 trillion like Amazon， 这个 market 的这个 value 它不会被 stockholder take over. It will be divided among every participant. Do you know how much is $1 trillion? $1 trillion you can make 1 million people millionaires. you see the difference now? 如果你今天是用一个 capitalism 的或者这种现在的 stock 的这种 model， 就少数人就会 take away 这个 profit。但如果你今天是让 participant， 你就想象他们的 share 就是他们的 land， 但它是一个 virtual land。 当这个 economy 在增长的时候，每一个 land 的 value 都会增长，那这样的话就不会有穷人。因为圣经上有一句话，就是在利未记25章就讲说，你土地不可永卖， never sell your land。 If you don't sell your land， 那你的 children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没有一个会成为穷人，因为这个 economy 会一直 grow， 所以他们就不会穷人。那我就觉得现在的世界的问题不是 productivity 的问题，是 wealth imbalance， 这是世界最大的问题。所以其实早圣经或上帝就已经给我们一些经济的原则，他说 if you follow 你就不会有穷人， but obviously 我们现在有很多穷人，所以就是说我们人类就开始越来越远离圣经里面的这些原则。然后你在讲的这个经济觉醒，它里面 what they laid out is to go back to， 基本上就是 go back to 上帝给的这些原则嘛。
对，他虽然说是 go back to 圣经的原则，但我们就会说，可是我现在没有土地啦，对不对？然后整个世界都是在收利息啊，那怎么办呢？然后呢 Scott Nielsen 他其实是一个 high tech company 的 CEO， 因为他对整个全世界的这个 money system how it works he really know how 的，就是说一个产品从制造到生产到这个 consumer 当中是哪些人在 make money。所以如果今天我是 raise chicken， 我很辛苦的去种那个，然后可是你知道吗，我要去养鸡，我要去跟银行借钱，因为我要盖养鸡场嘛，那跟银行借钱，银行要不要收利息，对不对？然后呢，我要去买饲料，要不要钱？那饲料公司要赚钱，然后呢，这个东西鸡蛋卖出去，我不是直接卖给 consumer 嘛，中间还有叫做小盘商、中盘商、大盘商 retail， 这每一个层都要赚钱啊，所以变成说我花了很多的 effort 种出来的东西，可是钱最后都被别人都赚掉了。我自己的 profit 是 very very marginal， 可是我要 bear all the risk。如果有这个什么 bird flu， 我的整个鸡场全部的鸡都要杀掉。所以怎么样有一个方法，就是说我们可以不用去跟银行借钱，我们全部用一种信托的概念 trust， 然后呢我们来把这个建立起来，而且不需要 pay interest， 然后 debt 可以 forgiven， 然后 risk 可以大家 share， 就是说这个养鸡如果真的有 bird flu， 是大家一起 share 这个 risk， 而不是我一个人。这个 model 他们就把它做出来了，在津巴威，所以就让这个养鸡的 benefit 直接回到鸡农身上好几倍。那当然他们就很高兴啊，他们就会介绍朋友进来，然后越多的人进来，他这个 economy 就越大。This isn't communism, and this isn't socialism. It's not. It's not even capitalism. It's kingdom economy. Kingdom economy.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更去了解这个，他们可以去读什么书？ Economic Awakening 是在 Amazon 上面有卖这个书英文版的，那我也把它翻译成中文了，就叫做经济觉醒。可以在 Amazon 上面买得到。谢谢爸爸今天跟我们分享那么精彩又新鲜的一个概念，我觉得可能对很多人是很新鲜的概念。I think just for a little bit of Q&A, because I saw a comment. So are Christians allowed to buy stock? Are Christians allowed to trade stock? That was the question that I saw. 当然了，就是说这个经济觉醒这个 model 现在也是刚刚起步嘛，我们正在做嘛，对不对？那你说能不能 buy stock 这些，我觉得这个就是现在的人很需要。那我觉得啦，我如果要 buy stock， 其实我有在思考，我有买 stock，OK，那我会去看他的 model， 而且看他这家公司做的，我不会去买什么卖香烟的啦，卖对社会有破坏的，我会买一些对社会有贡献的股票，等于就是用我的钱去支持他们在做的事情。Okay. Last question, I guess, 也是 another comment that I saw. 就是你之前有讲到 in a previous video, wealth creation is not a zero-sum game. 其实就像我们看到种子种下去，它其实产生的那个果子30倍、60倍、100倍。你就种下去就已经有了，所以不是说好像赚钱然后就一定要有穷人。因为股票市场的 operation 就是有人赚钱就有人赔钱，但是我们今天就脱离这个股票的市场，我们回到基本的经济的生产层面，那它应该是一个持续可以增长的。对啊，我觉得这个概念我们那个 video 有说嘛，然后在留言区里面还是有人不太信，他会觉得说你们讲的这赚钱只是经济捧场就是但是这个 wealth creation 的概念就是说其实是可以大家一起来的这种概念。 How do you tell someone it's not about inflation？ 事实上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现在的 productivity 已经是我们的祖先辈的好多倍了，所以我们应该讲全世界的财富啊是被 create 出来的，已经 create 好几倍了，但是我们拿不到。对，但是呢你去想啊，财富 total 的财富是好几倍了可是呢它就有一个东西叫做经济黑洞，叫做 economic black hole，
Black hole 的意思就是说它会 suck in 很多的东西，有没有？在这个 sky 里面的 black hole 它就会把其他的星星啊，甚至连光啊 light 都 suck in， 连光都跑不出来了。最近10年经济学家就发现在经济里面也有黑洞。什么意思？就像说现在的这个我们有 AI 啊，或者是什么什么发明概念股啦，所有的钱就往这里旋转，然后就 suck in， 然后可是这个 suck in 不是让 everybody benefit， 反而是你想一个湖水，如果它有一个柱子吸上去，把水吸上去了，湖面就往下降了嘛，对不对？水被吸上去了，然后被吸上去的只有少数人是被 benefit 到了，那个就是因为 wealth imbalance。所以你说我们台湾那个黄仁勋，我们报纸上讲说他叫做3兆男，他的 value 是3 trillion Taiwan dollar 啦，不是 US。但是台湾多几个这样的3兆男，好像 GDP 是增加了嘛，因为很多钱嘛，一个人就好多钱，可是 doesn't average to everybody 啊。所以我们今天会看到为什么穷人更多了，因为这些 economic black hole， 然后这整个 system 会 create 的叫做systematic poverty， 它会造成一个系统性的贫穷。为什么？因为我去跟银行借钱做生意的时候，我自己就 lock in 到这个 pay interest， I voluntarily get into debt， 我自愿的进到一个负债的情况里面，那我创业成功的几率有多少？很不高所以我等于自己就把自己就推到贫穷里面去了。所以 systematic poverty is a real thing. Yeah. 我觉得特别也是因为科技近几年很大的被提升 you know, so it's like 在这方面的 monopoly 也就越来越明显，就是如果你不是在那几个大公司，基本上就是 Amazon、Meta， you know, 这几个就其实就像你说，它就是一个 black hole。因为就算我是在 Apple 上班 ，OK， 我是拿薪水的。如果我没有股票的话，那当然有些公司啦，他们有这样的 program 叫做 ESOP，Employee Stock Ownership Program，ESOP， 有些公司有，所以他说你只要做我的员工，我也发股票也给你，除了薪水也给你股票。但是比起那些外面的那些大投资家啊，我们的那个只有一点点 OK， 我们实在那个赚的钱还是被他们就是 take over 了。而且呢，因为科技的进展，其实你就算你是在 Apple 是在 Meta 工作 Google， 他们现在也还在 lay off 人啊。现在有很多公司他 lay off 人不是因为他生意不好，他 lay off 人是就是他说我现在可以用 AI 来取代你了所以不是因为他没有赚钱他这就是 not for the people 啦它是叫做 profit center，它不是 human center。因为你知道如果我是一个大公司的 CEO， 因为所有的这些上市公司 as a CEO， 我的职责不是照顾我的员工，是照顾你的 stockholder。 Exactly， 我的职责不是照顾 consumer， 也不是照顾员工，是照顾 stockholder， 因为他们公司开的叫做股东大会，不是员工大会，是股东大会决定 CEO 可不可以留下来。好，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更多的去了解这个天国经济 which is the solution to all of this， 神给我们的 solution， 就可以去读那本书。然后 otherwise 欢迎大家可以留言提问，如果也希望可以了解更多，或许我们以后也可以再聊。谢谢爸爸。好，谢谢 Melody。 Alright， bye。 拜拜。一看你我必不知羞愧，一看你我必不知羞愧。